个另一个维度我来说的话，就是它更多的，我希望是用课案来给大家解读啊。所谓课案，就是它已经有个现成的模式来呈现100多年前，甚至兵荒马乱、民不聊生的时代，那一代民国的教育大家如何是坚守教育和美育。我记得很早之前，当我看到蔡元培先生想用美育替代宗教，丰子恺先生更大的想要艺术建国，那会儿我就觉得他平息了所有的战争的、文化的、生活的、自然的属性，而提出来了美育的这样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国族的每一个人，他都有审美的意识，他都能把他的生活做得更美的时候，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盎然生息，它是多么的是尊崇美、享受美，同时创造美。好，那么下来就给大家来展示，我们看看民国的美的教育都在哪一些方面体现。我首先当然还是咱们的国文吧，我还是有点小，能看清吗？啊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你坐这儿来帮我操作。哎，好。现在好了。这个呢是当年叶圣陶写的文字，丰子恺画的画也是他的毛笔字。当时是给春晖小学中学他们所编撰的，后来成为了开明的教科书，非常的简单。3只牛吃草，1只羊也吃草，1只羊不吃草。他看着花，他的这最后一句，你想这只羊，他是个艺术家，他是个哲学家，他不吃草，他看着花。当然有一次我老大哥说的，哎呀，那这肯定是一个供养，对吧？他吃饱了，他就去看花，是吧？当时的民国教育家，他能够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，来去和他们的对话，也同样以孩子们的心灵来描摹这样的一个世界。小弟，你看为你坐这儿，帮我翻着啊，咱这个序，再下一个。开学后，我们选级长，谁得的票最多，谁就当选。这个老师让选这个班长、级长，他不是说他的学生里边，他的父亲是哪个文化局长，或者城管大队的，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，而是全班同学来选举。他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一种公民意识，所以70、80年后，让我们成人非常看重。小弟，你还是小弟，你还是帮着你就好，谢谢。你就坐这儿，好吧？所以我们来看这一课，权力和能力都非常的精彩。他用一种比喻的方式，一个国家好比一只汽船，行政管理是把舵的水手，全国人民是坐船的主人。水手有的是能力，主人有的是权力。
一个国家好比一辆汽车，行政管理是开车的车夫，全国人民是坐车的主人。车夫有的是能力，主人有的是权利，非常清晰。给孩子们就用汽车、小船来表述这几种关系。你再往后。但是如果多彩的方式。好，这是让大家去看看。当时呢，我在全国10个城市吧，包括台湾还有2次，做过有将近20场的展览，每一次我觉得它的最好的展品就是那个时候的民国的课本。为了这，就是从20年前，当我去拍远征军，在腾冲国殇墓园旁边收集到了最早的3册课本之后，我就一直甚至到了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也要去收集。我觉得它是远征军给我的馈赠，它是我们民族尚存的还没有被湮灭的瑰宝。所以因为这个屏幕呢，大家大致先看看这，再往后。我从头来呢，对吧？我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想底下还有美术音乐，我想更多的呢，但是我想会挑一些非常棒的给大家来。好，打开，从第1页开始。在座有没有山西的朋友？哦，山西的美女，你们那里出现四处的。当时呢，阎锡山他给课本有一个纲要，我们来看是什么？公道为社会精神、国家元气，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。桀骜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。真写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2字，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，欲自由先从不妨碍人自由起。能忠于职务者，才是真正爱国。铿锵有力。我们再往后。我们的汉字跟那个阿拉伯数字文字它不一样的，就是说它可以有另外的他们所不能具备的这种形式。你看，这是不管给老师和同学看，他都觉得会很有趣。教育是慈善的，不是营业的，所以教育家应当在人群中随处做的，不是只在讲堂内学校中做的。尽管它显得比较拖沓一点，但它为了形成这种菱形的文字的这种美，它是依然能做到这一点。这是我们汉字的一大特色。好，再往看。这个是我每次我做老课本讲故事的出的书，一个大陆的读者版，一个港台的天地版，都把它作为一个封面的一个主打画面。大家可以来看，孩子们唱着歌，光见嘴不见眼的，这就丰子恺的那种特点。然后老先生穿着长袍，拉着二胡悠然自得，而窗外的树已经发芽了。最棒的就是这句话：村学校的音乐课，这就是美丽。在一个最小的荒芜的那种人文相对贫乏的小村，依然有这样的老先生拉着自己的民族乐器，让孩子们去唱歌，去吻合我们的河山。对，再往后，我当时是在2011年获了新周刊的大奖，然后是在江苏卫视有一个致辞，我当时我就说了3篇课文。我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国教育，他的评委会大奖叫邓康炎和他的老课本才能得奖。感谢评委，也感谢这些老课本。
其中的第一课我就说了，足底上有针有线有尺子有剪刀，我母亲做几钱取针穿线为我缝衣。大家看，它实际上呢，它很简单，它甚至就是一个叙事，非常平实，没有任何的抒情。但是它的功能是把针头线脑这些缝纫的字集中起来，但是它显现的依然是慈母手中线的那种唐诗的意境。对，再往后。所以我说，母亲们用几千年的线，穿过一辈子的针眼，缝缀我们沐雨栉风的布衣华服，让我们知寒知暖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红日江下打麦已完，小雀一群分集场上。你看叙述的多流畅，四个字，对吧？他就把一个场景跃然于眼前。觅食渔利，树童子立门前，拍手造足之，却闻人声散入林中。它是一个互动的场面，它也不是说的去拿弹弓打，或者拿弓去把它网罗，只是把它就赶走，对吧？就是说我这是我们才收割完的，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抢我们的粮食，你可以在田野里边去捡拾剩余的那些小麦。它实际上呢，里边它既是一种生活的农业的一种场景，里边又有人道、天道和鸟道的规则。瓶中有果而伸手入瓶，取之满握，全不能出。手痛心急，大哭母曰：“汝勿贪多，则全可出矣。”像是一个寓言，对吧？大家的其中的理义我们不言而喻。再往后，扭儿在家，有客访其父，父使他往，而邀客入，请客上座。己在下位陪之，客有问，则谨答之。客去，而送之门外，其父归，以客所言告之以父。看这篇课文，大家想过没有？它实际上，它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一个方法，一个方法论，就说当你来的客人应该是怎么样去做，对吧？当然现在呢，就是如果猛的来了人，他说哎我爸不在，还在那打电脑玩游戏呢，就头都不回的那种的。当然了，现在有手机了，可以事先的约，不至于呢。而当年我们可以看民国的那种，即使是农耕时代，一种古风古仪都在那儿，先迎进来上座倒茶，然后送走，一直到门口，然后把他所说的话等到父亲回来再转告知，他整个的一套流程。所以民国的教育，他不是给你说大道理，对客人怎么要热情，要微笑，要把他们迎进来，他每一个步骤都很详细。再往后，稍微对好，我所以说，礼是社会的衣裳，让我们脱离茹毛饮血，陪客从娃娃抓起，不亚于电脑从娃娃抓起，更具人性的生产力。民国这个过客杯，这个孩子没过，民国教育陪着孩子长大，礼义的和风里不分主客。你看，当时的一页彩色可能要顶10页的那种黑白的成本，但依然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彩色的这，我一会儿给大家。还带了一些老课本的书，等一会儿给大家展示。凡是彩页的，莫不都是水果、蔬菜、动物、植物、花卉、天地自然的彩色。我记着我在北广讲座的，那是大学生，后来有在互动的时候，一个同学说，我们的彩色彩页就是天文和毛主席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教育。再往再往，你看他的解读是什么？我家有园，
便种果树，培庸盛行。1年之间，先后开花，花落结为果，累累满树，即熟摘耳食之。叫买诸室中者，味儿尤鲜美。前边全部都是白描叙事，唯有最后的一句带有一种主观的色彩，它就像主张显示他的一句话给跳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现摘的果比你在超市那个买的要甜美鲜美。所以我就说，孩子们翻到这一页，多彩人间，满目鲜亮甘艳。自然界的奇妙，种植者的勤劳，百果的百味，就是人生深奥而直白的哲学和主义，满圆的世界观。这个等一会儿给大家要看动画片呢，就过去。再往后过你看，徐赞之出行，于地同车，车轮呼者，路人来救，赞之令先报礼，然后自下。这里面也有个方法呢，它不止呢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突然的一个事故的这样一个过程，更多呢就是说让救人的人先把我弟弟抱下去，然后再下。寥寥数语，淡淡白描，人事观点都有。王华行池畔，见地有遗金，滑至金水边，手其旁，待遗金者至，只还之。就这几十个字，把一个拾金不昧说得非常的清晰。但大家注意没有？它有一个极为重要的，它不是把这个金拿回去给父母成了家里的财富，也不是给老师最后年终得个3好学生，它是把这个金从显眼的地方放在河边的不显眼的地方，他就等，他要等一个慌慌张张寻找他丢失东西这个人。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是俗世再往后一点，温度计上的一个温暖刻度。不以黄金为最贵的年代，就是黄金年代。我当时晚上写完这一句解读，我都挺佩服自己，然后去了洗手间照了一下，我觉得突然就能想到这儿。实际上，每晚上，我当时给几个专栏写，最早呢是深圳商报，后来呢是给读者杂志。大家都知道，那会儿是发行量是几百万的，也是最那个，所以一下老课本一直风靡起来。我在潘家园最早的时候买可能就10块钱一本，等到后来跟我的凤凰同事去买，他就得交100。我说咋这么贵的？他就说，哎，你不知道，说有人给写出来了这，所以给贵了。我朋友说，就这家伙，你自己把你的价格给抬高了。我说我愿意，但是更多的人读到了我们，不只是我，还有像老六张立宪，他就看了我的那个老课本，先约了几篇稿，后来他们用宣纸做的这些老课本的教科书、新修身的教科书，还有先生们的怎么样讲课的步骤、方法、规则，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对普通的亲子的读者，甚至对这些教师都有极大的启发性。信实，这句故事很简单，两个朋友约明年我们要去你家去聚会，好，那一天到了，最后他朋友一看窗外说，路程远，风雨大，可能来不了。话音未落，朋友掀门帘而入，这就是信实。信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千百年来的一诺千金。当人与人都没有信任的时候，我们就加大了我们的生存的成本。
像在过去没有微信的时代，我们经常都是进去买一箱方便面和买一本书，看看是不是假的，来回在那翻。然后那个等觉得差不多了，给他100块钱让他找，这个店主就来回照，生怕这样的又